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別只盯着王楚然的絲襪美腿了，成為頂奢品牌大使，靠的可不是身材。王楚然又上熱搜了，因為一雙腿和一張空降迪奧大使的官宣海報。就在2026年3月3號，巴黎時裝週開幕前幾小時，迪奧毫無預兆地扔出炸彈，宣布王楚然成為品牌大使，沒有考察期，沒有預熱，直接空降頭牌看秀。172+946294，這串數字一曬，評論區直接炸成煙花。原來我離仙女就差22公分和8厘米腰。更氣人的是，他連顯瘦都不靠 P 圖，春晚旗袍露透，杯溝線條像用毛筆描的，原圖直出差距不到3%，品牌方當場拍板，後期預算直接砍半。服裝師偷偷跟記者吐槽，給他做衣服省掉40%改版型時間，省下來的工時都夠多縫2件男主戲服了。雙引號。數據最誠實視頻平台今年健康身材標籤點擊率飆了47%，而骨感掉粉近30%。網友一邊刷一邊罵，看夠了一張張凹陷的腮幫子，終於有人把肋骨藏進肉裡，還美得發光。中戲表演系嗅到風向，馬上新開科學形體管理選修，報名系統被擠爆，服務器崩了2次。說到底，大家愛的不是數字，是像凡人可以抄作業的樣本，不靠斷食，不畫假陰影，鏡頭裡依舊有胸有腰有腿，走出屏幕還能活蹦亂跳。下次再看到完美身材上熱搜，先別急着收藏20天斷食表，把瑜伽墊攤開，把白米飯減半，再喝足2000毫升水，黃金比例抄不到，抄個健康值總可以吧？消息一出，全網炸了。有人翻出他之前那些肉色絲襪、大長腿的機場精修圖，調侃說這姐們是靠腿走上頂奢的嗎？更絕的是，同期原本備受期待的迪麗熱巴因為不可抗力滯留迪拜，遺憾缺席大秀。王楚然這波操作被不少人質疑是撿漏上位，但緊接着他在秀場後台一句清晰的英文自我介紹 Brand Ambassador of China， 又讓無數網友瞬間黑轉粉。這反轉比電視劇還精彩。說起王楚然這雙腿，那可是老話題了。從2026年初那套肉色絲襪搭配黃色短裙的造型出圈開始，他的腿就成了流量密碼。後來又是黑色絲襪配皮裙，被誇嫩模氣質絕了。再到機場被抓拍，172厘米的身高被拍出腿長1.8米的效果，網友直接喊她老公姐。這些圖轉着轉着，她就跟絲襪美腿這個標籤鎖死了。有人說這是有效營銷，也有人說一個演員老被討論身材是種悲哀。但王楚然自己好像沒那麼大包袱。有一次直播，他直接自嘲有一點點小臭美，還說特別喜歡45度側臉自拍。這話一出，非但沒招黑，反而引爆了全網玩梗。網友們做表情包、寫段子，還把他的自拍角度總結成楚然美學公式。大家覺得這種美而自知的坦蕩，比那種扭扭捏捏的謙虛人設真實多了。他好像把別人眼裡的黑點變成了自己的圈粉利器，光靠玩梗當然走不遠。真正讓他口碑翻身的是實打實的東西。今年春晚，他在賀花神裡演了個芙蓉花神，鏡頭加起來不到20秒，可就這20秒，一個紅衣琵琶的回眸，直接封神。1天之內，他的微博漲了65萬粉絲，話題閱讀量幹到了2個億。網友都說，以前獨招軍出塞全靠想象，現在終於有臉了。緊接着，他主演的網劇《成何體統》熱度也不錯，算是接住了這波流量。品牌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迪奧選擇在這個時間點空降他，
根本不是臨時起意，而是一次對飆升數據和精準形象的果斷押注。當然，空降大使這事兒爭議太大了。按照奢侈品行業的潛規則，想拿到藍鞋品牌的大使頭銜得先當品牌摯友，出席活動，慢慢轉正。這套流程快則1-2年，慢則3-5年。王楚然直接跳過了所有步驟，官宣完就坐頭牌看秀。這操作被時尚博主稱為硬着陸空降。很多人不服，覺得他憑什麼？直到他穿着那身迪奧2026早秋系列黑色花卉刺繡長裙，頂着外媒無休的生圖鏡頭走上秀場。那條裙子是啞光黑色的，垂感很好，肩頭有立體的焦糖色花朵刺繡，背後是大露杯設計。172厘米的身高加上7年古典舞練出來的體態，讓她穿這條裙子的時候，肩頸舒展，腰背挺得筆直，走路帶風。外媒的生圖裡，她的冷白皮和清晰的骨香線條，沒經過鍍墨皮，反而有一種高級的油畫質感。國外時尚評論人直接給了個稱號，叫行走的東方美學符號。網友的調侃更直接，說這杯不去拔火罐可惜了，但去拔火罐又暴殄天物。更讓人沒想到的是她的妝容。在大家都覺得國際場合必須紅唇濃眼線才能鎮住場子的時候，她玩起了極簡美學。底妝清透，突出骨香，眉毛是自然的野生眉，眼妝幾乎看不到色彩，嘴唇是低飽和度的裸棕色。這套重輪廓、輕色彩的妝，被網友叫做留白式高級感。在滿是華麗妝容的秀場裡，她這種 less is more 的風格反而成了最搶眼的一個。但真正讓輿論風向徹底逆轉的是秀場後台的一個小插曲。當被問及身份時，王楚然用英文清晰地向品牌設計師介紹自己 Brand Ambassador of China。這句話迅速衝上熱搜。在國際頂級的時尚名利場，他沒有含糊地說我是 Dior 的大使，而是堅定地加上了 of China 這個後綴。對比一些在國際場合閃爍其詞，甚至回避文化背景的案例，這種落落大方、不卑不亢的姿態，瞬間擊中了公眾的情感共鳴。很多人這才反應過來，他空降的背後不僅僅是顏值和身材。回過頭再看他那些絲襪美腿的造型，感覺就不一樣了。他好像從來沒刻意營銷過身材，美都藏在細節裡。為了保持那種挺拔的體態，他每周雷打不動要練6次芭蕾基訓和普拉提。所以你能看到，不管穿什麼衣服，他的肩膀永遠能打開，背部永遠薄得像偏紙。那種好看，不是乾瘦，而是有力量感的健康美。網友尤其推崇他拒絕極端減肥，堅持健身塑形的態度，覺得豐潤高挑才是大美女本源。他私下也說過，每周至少4次芭蕾基訓，每次1小時以上，片場間隙也會靠牆站立練體態。這次巴黎之行，他還幹了一件打破慣例的事，全程穿着平底鞋。在奢侈品牌秀場，女明星穿恨天高幾乎是標配，但她卻用平底鞋撐起了高級成衣的氣場。這背後是她172厘米的身高和多年舞蹈功底給的底氣，也傳遞了一種更健康、更自我的審美理念。品牌也默許了，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。從絲襪美腿的標籤，到空降大使的爭議，再到用一句 Brand Ambassador of China 扭轉風評，王楚然這條路走得挺有意思。他好像一直處在爭議裡，但又總能從爭議裡走出來。早期因為角色被網暴，他回應謝謝你們願意討論我。面對臭美的調侃，他大方自嘲。被質疑簡陋，他用秀場表現和一句自我介紹來回應。現在大家討論他，不再只是那雙腿，還有他的春晚鏡頭，他的扛巨能力，他在國際場合的表現。那個曾經被困在美貌符號裡的女孩，似乎正在一點點打破標籤。